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平时看起来很健康的亲友，突然身体不适去检查，结果被诊断出癌症，而且一发现就是末期，往往医生宣布只剩几个月的时间。这种情况让人震惊又不解，难道癌细胞会在一夜之间把身体吃光吗？其实并不是如此，真相往往是癌症早在体内潜伏多年，但我们一直没有察觉。有些癌症并不是来得特别快，而是太会隐藏自己，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往往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些一发现就是末期的癌症，通常具备几个隐形杀手的特征，因此早期很难被发现。首先，肿瘤长在身体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不会像皮肤癌或乳癌那样可以在表面发现异常，它们藏在体内深处，就像潜伏在黑暗中的刺客，我们用肉眼或手触都察觉不到。其次，肿瘤所在的器官缺乏痛觉神经。我们的身体其实很聪明，大多数器官一旦出问题，会用疼痛来示警，比如长在有痛觉神经的地方，长一点点就会痛，迫使人们及早就医。然而，有些器官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们对疼痛不敏感，肿瘤在那里生长，即使长到相当大也不会痛，根本不会发出警报信号。没有疼痛这个警报器，癌细胞就能偷偷地长。再次，如果肿瘤没有影响日常生理功能，例如不影响消化或排泄，就不容易被日常症状发现。有些癌症长的位置没有直接连通肠胃道，所以不会引起饮食习惯或排便的明显改变，患者不会出现像胃溃疡那样的剧痛或是大便出血这种警讯。最后，这类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即使发现也难以消灭，往往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发展。由于以上种种特性，这些癌症被称为无声杀手，也难怪一发现时常常就是晚期，甚至有人形容发生率几乎等于死亡率。也就是说，罹患这类癌症的病人几乎都难逃一死。听起来很可怕，对吧？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最容易发现时已是晚期呢？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几种最典型的隐形杀手型癌症，看看它们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体内潜伏，又有什么征兆是我们可以提高警觉的。首先要介绍的是胰脏癌。如果要评选哪种癌症最可怕，胰脏癌常常高居榜首，被称为癌中之王。许多医师一提到胰脏癌都很感慨，因为它实在太狡猾、太隐蔽。胰脏位于我们上腹部偏左，胃的后方，深藏在腹膜后方的位置。你平常根本无法透过触诊感觉到自己的胰脏，长了肿瘤也摸不出来。更麻烦的是，胰脏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沉默器官，里头几乎没有痛觉神经。也就是说，胰脏癌在早期生长时不太会引起疼痛或任何明显的不舒服。很多病人都是在癌细胞长到一定大小，甚至已经扩散转移后才出现症状，一查就已是第4期末期。胰脏癌早期有多隐匿呢？医学上有一个惊人的数据，约有80%以上的胰脏癌患者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也难怪胰脏癌的死亡率极高，5年存活率不到 5%， 而晚期胰脏癌的病人平均存活期甚至不到1年。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直到末期才发现？事实就是如此残酷。胰脏癌早期往往毫无症状，甚至连常见的体检血液指标都不一定异常。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常常代表癌细胞已经长得很大或扩散了。胰脏癌常见的症状有上腹部闷胀或隐隐作痛，原因不明的背痛，体重急剧减轻，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等。但你想想看，这些症状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或误解。上腹闷痛可能以为是胃不好，背痛可能怪罪于姿势不良或劳累，体重变轻，有人甚至暗自高兴减肥成功。等到症状严重到难以忍受再去就医，往往癌细胞已经在体内安宁扎寨许久了。胰脏的位置还带来另一个隐蔽性，有些胰脏癌根本不会造成黄疸等外在表征。胰脏分头部、体部和尾部，如果肿瘤长在胰脏头部，有时会压迫邻近的胆管，导致胆汁无法正常排出，病人可能出现皮肤、眼白发黄、黄疸或小便茶色、大便变白等现象。这反而是一个警讯，让医生及早怀疑胰脏出了问题。但讽刺的是，
约70%的胰脏癌长在体部或尾部，这些部位离胆管较远，不会引起黄疸，所以更不容易早期被察觉。另外，胰脏癌还有个特点，恶化非常快，转移速度惊人。很多患者前几个月刚感到不舒服，检查出来已经不仅胰脏长肿瘤，连肝脏、腹膜、淋巴都出现转移病灶，错过了可以手术根治的时机。由于胰脏癌在诊断时大多无法切除干净，而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对它又常常效果有限，所以预后特别差，被称为医师也投降的癌症。或许听到这里，你会觉得胰脏癌简直是无解的恶魔。不过医师也提醒，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定期健康检查和提高警觉来对抗它。首先，了解自己是否属于胰脏癌的高危险族群，例如有胰脏癌家族史，或长期吸烟、酗酒、慢性胰脏炎患者，或是50、60岁后突然罹患糖尿病的人，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糖尿病，如果原本血糖正常的人突然出现血糖升高，确诊糖尿病，医师会怀疑是否胰脏出了问题，因为胰脏肿瘤可能影响胰岛素分泌，导致血糖无故飙高。所以无缘无故的血糖升高，可能是胰脏癌早期的一个隐藏讯号。再来，一旦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上腹痛、背痛、体重骤降等症状，而且找不到其他明显原因时，一定不要大意，尽快就医做进一步检查，例如腹部超音波、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虽然说胰脏癌早期筛检困难，但临床上还是有少数幸运儿，因为体检或检查别的毛病，意外发现了早期的小胰脏肿瘤，即使手术切除而痊愈。抓到胰脏癌这个隐形杀手，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心。最后要说明的是，胰脏癌之所以有癌王恶名，除了高死亡率，还因为它夺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生命，这也提醒大众不要掉以轻心。近年来因胰脏癌过世的名人不胜枚举，比如苹果公司创办人贾伯斯 Steve Jobs， 知名时尚设计大师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世界3大男高音之一的帕华洛蒂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是胰脏癌无情的阴影，它不分贫富贵贱，一旦盯上谁，往往在短时间内就带走了生命。也因此，我们更需要了解胰脏癌的可怕之处，平时做好预防和定期检查，千万不要等到有明显不适才检查，因为那时可能已经太迟。介绍完胰脏癌这个癌王，再来要谈另一个同样狡猾凶狠的癌症——胆管癌。很多人可能连胆管癌的名字都没听过，更别说知道它的可怕之处。但是医师指出，胆管癌和胰脏癌一样，被列为癌王之一，甚至有人形容这两种癌症的发生率几乎等于死亡率，意思是只要得了这种癌，几乎很难幸存。胆管癌为什么这么可怕？让我们来揭开这个无声杀手的面纱。首先科普一下，胆管癌指的是发生在胆管系统的恶性肿瘤。胆管其实遍布肝脏内外，肝脏内细小的胆管汇集成肝外胆管，把胆汁从肝脏输送到胆囊和肠道。胆管癌可以长在肝脏里的细小胆管，称为肝内胆管癌，也可以长在肝外的胆管上，肝外胆管癌。无论哪一种，发生部位都在体内深处，看不到摸不着，符合我们前面说的隐蔽性特征。而且胆管本身也没有痛觉神经，对疼痛不敏感，这意味着胆管癌在早期通常没有症状，不会疼痛，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许多胆管癌患者都是到了出现黄疸时才就医，一旦皮肤巩膜发黄，表示肿瘤已经压迫或堵住胆管，导致胆汁无法正常排出。可是出现黄疸通常已经是中晚期了。例如肝外胆管癌，只要肿瘤长到约1到2公分，就可能压迫主要胆管，引发黄疸现象。病人可能注意到眼白变黄、尿液颜色变深、粪便颜色变灰白，这时候再去检查，肿瘤往往已不小。而如果胆管癌长在肝脏内部，情况更棘手，肝脏很大，功能代偿力强，肝内长肿瘤只要没波及整个肝脏，身体可以没有任何感觉。有些患者甚至直到肿瘤长到相当程度，偶尔出现右上腹隐隐作痛或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才察觉不对劲，一查就已是晚期肝内胆管癌了。这时候可能肝脏功能已经受损，
甚至癌细胞跑出肝脏，治疗上非常困难。更麻烦的是，即使发现了胆管癌，要治愈也很难。由于胆管周围解剖复杂，附近有众多重要血管和神经肿瘤，往往长在难以动刀的尴尬位置，特别是肝门部位的胆管癌，长在肝脏出口处，手术切除风险极高，很多时候无法完全切干净，即使勉强开刀，术后仍可能残存癌细胞。而化疗和放疗对胆管癌的效果也相当有限，癌细胞不太吃这一套，治疗上的无力使得胆管癌的病程进展迅速且致命。医师指出，有些胆管癌患者在确诊后短短半年内就不幸离世，让人措手不及。在演艺圈中，也曾有知名人士因胆管癌猝然离世的案例，例如香港知名的笑星沈殿霞，肥肥就是发现胆管癌后不到半年病逝。当年消息传出时，震惊了许多人。这些案例都说明了胆管癌的可怕，它发现时往往已经太晚，医学上能采取的手段有限，病人病情恶化又很快，短时间内就可能走到生命终点。既然胆管癌这么凶险，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或及早发现吗？虽然胆管癌没有普筛工具，但医师提醒了一些高危险因子，知道自己属于高风险族群的人，更要定期检查。首先，慢性肝胆疾病是个警讯，如肝内结石反复发作、硬化性胆管炎，或者曾感染过肝吸虫，一种寄生在胆管的寄生虫，常见于生食淡水鱼的地区。这些都会让胆管长期发炎受伤，增加癌变几率。另外，慢性病毒性肝炎、B 型或 C 型肝炎患者、肝硬化患者发生肝内胆管癌的几率也比较高。还有过度肥胖、长期糖尿病患者，在代谢症候群状态下，肝胆系统负担重，罹患胆管癌的风险相对提高。对于这些高危险群的人，千万不要忽视定期的肝胆超音波检查和肝功能抽血。有时一次简单的超音波就可能意外的在早期发现胆管里的小肿瘤，为治疗争取宝贵时间。当然，平时也要留心身体发出的征兆，皮肤或眼睛发黄是最明显的警讯之一。一旦出现，要立刻就医检查肝胆功能。还有大便颜色变淡变灰白，表示胆汁排入肠道减少，持续的右上腹疼痛，食欲不振，又体重减轻，这些都可能是胆管癌或肝脏出了问题的前兆。总之，胆管癌这个无声杀手虽然罕见，但一旦盯上谁就凶险无比。我们只能透过对高危险因子的防范，及早就医检查，来尽量避免落入它的陷阱。提到肝脏，我们都听过一句俗话，肝脏是沉默的器官。是的，肝癌也是一种常常无声无息就发展到晚期的癌症。在台湾，肝癌一直是癌症死因的前几名，尤其过去 B 型肝炎、C 型肝炎盛行的年代，很多人年纪轻轻肝硬化，进而发展成肝癌。然而，不像某些癌症有明显的早期症状，肝癌往往发现时已不乐观。为什么肝癌这么容易晚期才发现？这又要归功于肝脏的两大特性：不会痛，能忍耐。首先，肝脏本身几乎没有痛觉神经，痛觉神经主要分布在肝脏表面的包膜上。肝脏里面长肿瘤的时候，肝细胞不会像其他组织那样叫疼，只有当肿瘤长到把肝包膜撑大，或者侵犯到肝包膜时，人才会觉得右上腹剧痛。但通常那已经是肿瘤很大的时候了。许多肝癌患者在肿瘤小于5公分时完全没有感觉，可以照常生活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定期检查，肿瘤在肝里面默默长大，你一点痛苦都感受不到。其次，肝脏是个沉默而勤奋的器官，有很强的代偿能力。即使肝脏被疾病侵袭，它也常常默默的努力运作，不轻易让身体出现异状。比如说，一个人肝脏就算被肿瘤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只要剩余的肝组织还能勉强负荷，病人体能上可能没什么明显差别。不像心脏或肺脏出问题会立刻气喘胸痛，肝功能下降往往等到很严重时才有明显症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往往让人掉以轻心，错过黄金治疗时机。临床上，超过1半以上的小型肝癌，尤其是直径不到3公分的肿瘤，是没有症状的。因此，很多肝癌病例是透过其他方式才意外发现。举例来说，有些患者是因为长期有慢性肝炎，
每隔几个月就去医院做肝脏超音波筛检，结果某次检查突然看见肝里冒出一颗肿瘤，赶紧治疗。这种算是早期发现的幸运，但更多的案例是患者没有规律追踪，直到出现了明显症状才发现肝癌，例如眼睛、皮肤发黄、黄疸、腹部胀大、大量腹水导致全身瘙痒、胆汁酸积聚引起皮肤痒，或者上腹部剧烈疼痛，这些都通常代表肝癌已进入较晚期阶段。黄疸表示肝功能严重受损，腹水和疼痛则可能表示肿瘤已很大，甚至转移、刺激腹膜或压迫其他器官。值得注意的是，肝癌常常合并在已有肝硬化的病人身上。很多肝硬化患者本来就时常有食欲差、消瘦、容易疲累等症状，肝癌早期在他们身上更加不易区分出来，反正症状看起来和原本肝硬化差不多，等到真的严重恶化再发现时，往往肝癌已经长得很大或数量很多。因此，对于有慢性肝炎或肝硬化的人来说，定期筛检尤为重要。在台湾，医师建议 B 肝或 C 肝带原者每半年就要做一次肝脏超音波加抽血，如甲型胎儿蛋白 AFP 这类肿瘤指标。这么频繁的检查就是为了及早揪出肝癌的苗头，不给它隐藏的机会。反之，如果一般人从不体检，肝又不会痛，那肝癌可能就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并进展。除了定期检查，还有一些生活上的警讯值得留意，像是无法解释的体重减轻、食欲不振且饭量变小、一下子就饱，或持续感到恶心想吐等等。如果一段时间内持续出现这些情况，又找不到别的原因，就应该主动要求医生检查肝脏。很多人以为肝不好就会痛，其实不然。肝癌患者更常见的是莫名的疲倦和食欲差，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如果长期存在，就要想到是不是肝脏出问题。总之，沉默的肝脏是不会自己喊痛的，只有我们主动去偷听它的声音，千万别等到身体明显出了大乱子才惊觉不对，那多半已经晚了。接下来要讲的是肺癌，特别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肺腺癌。大家可能知道，肺癌是目前许多国家癌症死亡人数最多的癌种之一。在台湾，肺癌常年蝉联癌症死亡率第一。肺癌可怕的一点正是，很多患者一确诊就是晚期，尤其是肺腺癌，经常被形容为无声杀手。为什么肺腺癌这么难早期发现？我们一一来解析。首先，肺部本身对疼痛不敏感，和肝脏类似，肺组织里也没有分布痛觉神经。痛觉主要存在于肋膜，也就是包在肺外面的胸膜上。小小的肺部肿瘤不会引起任何疼痛，人不会因为肺里长了一颗1公分的癌就感到胸口痛。只有当肿瘤长大到侵袭到胸膜、胸壁，或者压迫到气管、支气管时，才可能出现疼痛或明显的不适。然而，那往往已经是肿瘤相当大、疾病进阶的时候了。很多肺腺癌患者在早期只是偶尔干咳几声，觉得有点喘或者胸闷，但这些症状非常轻微，很容易被忽略或误以为只是感冒、过敏。特别是不吸烟的族群，谁会想到自己肺部会长癌呢？因此，非吸烟者的肺腺癌更容易拖到晚期才被发现，因为他们平常没有抽烟史，医师也不会特别针对他们做肺部筛检，加上症状又隐晦，常常一拖再拖。肺癌缺乏早期筛检工具，这一点也很要命。与乳癌有乳房 X 光，子宫颈癌有抹片，大肠癌有粪便潜血和大肠镜不同，肺癌直到近年才开始推行有限的筛检，主要针对高风险族群，例如50岁以上且长期吸烟者，做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这种筛检可以在肺内发现小结节，有助于早期诊断肺癌，但对于不抽烟、没有家族史的人，目前并没有常规建议的筛检手段。如果一个人没有定期健检习惯，平时又没有大症状，那肺部的小肿瘤就很可能一直隐藏着。等到什么时候会暴露呢？往往是肿瘤长大或扩散，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例如持续性的咳嗽，尤其是超过3周的久咳不愈、痰中带血、咳出带血丝的痰液、胸痛、胸闷、呼吸困难或喘、声音沙哑，甚至颈部或锁骨上出现肿大的淋巴结等等。
这时候再去检查，多半癌细胞已经不是局限在肺部了，很可能已经转移到淋巴甚至其他器官，例如脑、骨骼、肝脏等。统计显示，如果肺癌一确诊就已经是第3期末 EFRIB 或第4期，也就是由远处转移的状况，病人的平均存活时间不到半年，5年存活率也低于1%。这就是为什么肺癌如此致命，很多人在确诊时就已经失去了治愈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肺腺癌在女性，尤其是不吸烟女性中发生率相当高，这点常让人掉以轻心。很多女性觉得自己从不抽烟，不会得肺癌，但其实肺腺癌的危险因子除了二手烟之外，还包括油烟暴露、长期在厨房炒菜产生的油烟，以及某些基因突变的体质因素。因此，不吸烟的人并非高枕无忧。一些案例中，家庭主妇或年轻女性长期咳嗽 X 光却看不出问题，拖到最后做了进一步的电脑断层，才赫然发现肺部深处藏着肿瘤，而那时肿瘤常常已经不小，甚至转移。因此，不论男女是否吸烟，如果出现长期咳嗽、胸闷气喘、原因不明的体重减轻等症状，都应及早请医生评估。不要认为只有老烟枪才会得肺癌，由于肺癌的隐匿性，医师也建议了几项预防和早期发现策略。对于有多年吸烟史的中老年族群，定期的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筛检可以大幅提高早期发现肺癌的几率。如果吸烟超过一定年资，千万别心存侥幸，这种筛检该做就要做。另外，保持警惕，留意身体一些细微变化，例如原本不常咳嗽的人突然连续咳了好几周，或平时健步如飞的人近期走路爬楼梯容易喘了，这些都不要轻忽。很多时候，早期肺癌唯一的症状可能就是一点点喘或轻微咳嗽，只要症状持续存在超过2周，而且找不到别的原因，像感冒已排除，就应该进一步检查，包括照 X 光，甚至直接做电脑断层。总之，肺癌这号胸腔杀手擅长隐身烟雾之中，不到最后关头不现形。我们只能透过不抽烟、远离二手烟和油烟等预防措施，并且对自己的呼吸健康多上心，来尽量早一点揭开它的伪装。说到隐秘的癌症，不得不提肾脏癌。肾脏坐落在我们后腹腔深处，紧贴着后背腰部的两侧。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感觉到肾脏的存在。肾脏癌常被称为悄然无声的杀手，因为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往往是不经意间肿瘤已经长很大或者扩散，人才发现。典型的肾脏癌被称为肾细胞癌，好发于成年人。它的隐蔽性首先在于位置深，肾脏在腹腔后方，前面有肚子的脏器遮挡，外面又有肌肉和肋骨保护，外部根本摸不到肾脏里的肿瘤。只有当肿瘤长得非常大，从腹部或侧腰鼓出一个硬块时，才有可能被人无意中触及，但那时候肿瘤通常已经相当大颗了。其次，肾脏对疼痛不敏感，肾脏本身没有痛觉神经，只有肾包膜和肾盂输尿管有些神经。小的肿瘤长在肾脏里，人体感觉不出来，直到肿瘤长大牵扯到肾包膜或引起肾脏肿大出血，患者才可能感到腰部隐痛或钝痛。有一句话形容肾脏癌的经典表现：血尿、腹部肿块、腰痛3连针。但是要同时出现这3个症状，往往是晚期肾癌了。比如血尿代表肿瘤已经侵入了肾盂或输尿管出血，腹部肿块代表肿瘤大到能摸到，腰痛则表示肿瘤牵扯或压迫到了周围组织。许多病人等到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小便中有明显血色才去就医，此时肾脏肿瘤多半已非初期。有统计显示，将近80%的肾脏肿瘤都是恶性的，也就是癌症，而非良性囊肿等，其中相当比例在发现时已经偏晚。现代医学有个吊诡的现象，肾脏癌的早期发现大多靠碰运气。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肾脏癌的患者其实是在做腹部超音波或电脑断层检查其他问题时，意外发现肾脏里有个阴影、肿块，进一步检查才确诊肾癌。现在健康检查普及，不少人每年做超音波，那就有机会早期揪出一些没症状的肾肿瘤，赶在扩散前动手术把肿瘤切除。如果没有这层意外的幸运，
按照过去没有超音波普查的年代，肾脏癌通常都要长到很后期才被发现。过去医学课本甚至形容，超过一半以上的肾脏癌在确诊时已经有远处转移或者局部晚期，因而预后不佳。现在由于影像学检查普及，这个比例有下降，但对于未经常健检的人群，肾脏癌仍旧是一个阴险的潜伏者。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肾脏癌这种默默无声的对手呢？首先，如果有高危险因素的人要特别留意，譬如长期洗肾的病人，曾罹患末期肾病的人，肾脏长期损伤可能引发肿瘤变化。另外有研究指出，肥胖和高血压与肾脏癌风险增加有关，因为代谢问题可能影响肾脏细胞的健康，同时抽烟也被认为是肾脏癌的危险因子之一。再者，有些生活习惯，例如长期服用止痛药，频繁接触有害化学物质，像某些工业溶剂，也与肾癌的发生相关。如果自己属于以上这些高危人群，更应该定期做肾脏的检查，例如腹部超音波、尿液检验等。平时也要注意一些可能的早期信号，例如出现无痛性的血尿，小便带血但不痛，这常常是泌尿系统肿瘤的红旗，或者莫名其妙的腰侧钝痛持续不退，还有不明原因的发烧、夜间盗汗、食欲不佳等等全身症状，其实有时是癌症在释放发炎因子所致。当然，这些症状都不是肾癌特异性的，可能有很多别的问题引起，但正因如此，人们容易忽略它们的存在。如果身体反复给出一些异常信号，而医师用一般检查又找不出原因时，不妨主动要求检查一下肾脏，或许能早一步发现隐藏的危机。总之，肾脏癌就像一个在暗处活动的潜行者，不发出声响就能对身体造成致命一击。幸运的是，随着医疗影像技术的进步，我们抓到它的机会也相对变多了。关键在于，我们不要忽视健康检查，也不要对身体的小变化视而不见。当你还沉浸在我很健康的自信中，肾脏里也许正潜伏着一个不速之客。因此，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等于在黑暗中安装了一盏探照灯，让这些潜伏的敌人无所遁形。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女性特有的癌症——卵巢癌。卵巢癌常被称为最沉默的杀手之一。虽然卵巢癌在女性癌症中的发生率不算最高，但致死率却相当高。原因正是大多数病例确诊时已经是晚期阶段。在妇科肿瘤中，卵巢癌的狡猾和凶险让医生和患者都极为头痛。卵巢是位于女性骨盆腔深处的两个小器官，负责排卵和分泌女性荷尔蒙。由于位置隐蔽且空间宽敞，卵巢长肿瘤的时候，初期通常不会有剧烈的症状。想象一下，一颗肿瘤在一个深长的空间慢慢长大，周围有许多肠管和腹腔空隙可以让肿瘤挤压移动，所以刚开始身体可能毫无察觉。超过70%的卵巢癌患者在确诊时，肿瘤已经扩散到整个骨盆腔、腹腔，也就是第3期甚至第4期。因为等到肿瘤长到一定大小，通常已经播种，卵巢癌很容易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散播到腹腔各处表面，可能横膈膜、肝表面、肠子表面都布满癌细胞。这时候病人才会明显感觉不对，比如肚子胀大、腹痛、食欲极差等等。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卵巢癌早期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事实上，仔细追问病史时，其实很多卵巢癌患者在早期是有一些微妙症状的，只是太容易被忽视了。例如，统计显示，卵巢癌患者在诊断前几个月常有的抱怨，包括下腹闷胀或疼痛、胃口变差、容易觉得饱、明显的腹部胀气、偶尔恶心想吐，以及频尿或排尿急促。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肠胃不适或泌尿道感染？没错，这些症状都很常见且模糊，导致病人往往不以为意，特别是更年期妇女，可能以为是自己更年期肠胃变差，或者发福肚子变大，根本联想不到卵巢上去了。医师指出，如果以上这些非典型症状几乎每天都出现，持续超过2周，而且以前从没有这些困扰，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卵巢出了问题。持续的下腹不适和胃口改变绝对不是正常的表现，特别是如果还伴随原因不明的体重减轻，更不能轻忽。
卵巢癌缺乏有效的筛检手段，也是导致常常晚期的原因之一。目前并没有像子宫颈抹片那样可靠又普及的卵巢癌筛检方法。坊间有检查肿瘤标记 CA125 和经阴道超音波来揪卵巢肿瘤，但可惜的是 CA125 在卵巢癌初期不一定升高，而超音波对于太小的卵巢肿瘤有时看不清楚，而且每年为所有女性做内诊超音波也不切实际。所以一般女性如果没有高风险因子，医师并不会常规帮你检查卵巢，只有在你因为症状求诊时，妇科医师才会去按压腹部，安排超音波看看卵巢是否正常。这意味着如果女性朋友自己不注意，下腹那些似有若无的声音可能就被错过。高危险族群的女性则应主动要求医师追踪卵巢健康，例如有卵巢癌或乳癌家族史的女性，可能带有 BRCA 基因突变，或从未生育、肥胖、多囊卵巢症候群患者，罹患卵巢癌的风险较一般人高，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更频繁的检查。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恐慌，以为腹部一不舒服就是得了卵巢癌。要强调的是，频率和持续性很重要。如果只是偶尔几天胀气、便秘，那多半是肠胃问题。但如果接连2-3周每天都觉得肚子胀痛，吃一点就饱，甚至解便习惯改变，尿急频频，这就值得去做个检查确认。宁可虚惊一场，也不要错失良机。在对抗卵巢癌方面，一旦能及早发现，治疗效果还是大大不同的。早期局限于卵巢的癌症，透过手术含后续治疗，有相当比例可以获得长期存活甚至治愈。但晚期卵巢癌由于癌细胞散布广泛，很难完全根除，只能尽量减流控制，容易反复复发，是一种慢性的折磨。因此，医师和病患都很头痛。卵巢癌的沉默，我们只能鼓励女性朋友们平日了解自己的身体很重要，不要觉得妇科检查麻烦或害羞。定期的妇科检查包括骨盆腔超音波，对中高年女性是有益的。有任何疑虑时，要积极和医师讨论。毕竟在卵巢癌面前，多一分警惕就可能多一分生机。最后要介绍的是华人地区特有的隐匿杀手鼻咽癌。鼻咽癌在全球范围不算高发，但在东南亚，特别是中国南方和台湾等地区，有较高的发生率，跟遗传和环境因素都有关。鼻咽癌的可怕之处在于，早期症状极不明显，且容易与感冒混淆，所以经常拖到晚期才被确诊。鼻咽癌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咽部位，也就是我们鼻腔深处、喉咙上方交界的地方的恶性肿瘤。这个部位非常隐蔽，我们平常用肉眼从嘴巴或鼻孔根本看不到鼻咽的情况，必须用内视镜深入鼻腔才能检查。此外，鼻咽周围分布着重要的神经和组织，症状表现多样，很容易被误判。典型的鼻咽癌早期征兆包括无缘无故的单侧鼻塞、少量反复的鼻涕带血、晨起擤鼻涕时发现血丝，还有单侧的耳鸣或听力下降，因为肿瘤压迫了耳咽管，导致中耳积水。这些症状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感冒或过敏？没错，许多鼻咽癌病人在早期以为自己只是感冒上火，所以一直拖着不去仔细检查，特别是鼻涕带血的情况，常被误解为可能是鼻子发炎而忽略。然而，在鼻咽癌好发的地区，医师其实很强调，成年人如果无明显诱因出现持续性的鼻涕带血、耳鸣听不清，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简单当成一般鼻炎。由于上述原因，不少鼻咽癌患者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常常是因为颈部出现了无痛性肿大淋巴结转移所致才就医，结果发现原发肿瘤在鼻咽，或者因肿瘤已压迫到邻近神经，造成复视、看东西重影或脸部麻木等神经症状，才被迫检查出问题。可以说，鼻咽癌初期实在太会装了，装成小感冒、小毛病，任谁也很难第一时间怀疑到肿瘤头上去。特别在缺乏筛检的情况下，目前没有广泛使用的鼻咽癌筛检工具，医师只能呼吁高危险族群多注意症状。鼻咽癌的高风险因子包括有鼻咽癌的家族史，带有某些特殊的基因型，例如 HLA 相关基因、
长期大量食用腌制食物，如咸鱼，以及感染 EB 病毒等等。如果你本身风险就偏高，那更要留意上述那些蛛丝马迹。一旦怀疑，就该请耳鼻喉科医师用鼻咽内视镜仔细检查，有时候还需要做鼻咽部的 MRI 影像或抽血检测 EB 病毒的抗体指标来辅助诊断。鼻咽癌虽然常常晚期才被发现，但幸运的是，鼻咽癌对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比较敏感，即使第3、第4期的病人，只要接受积极的同步放化疗，很多人仍有机会获得不错的控制和较长的生存期。在华人地区，医师对鼻咽癌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像台湾的5年存活率数据也显示近年在提升中，所以即便晚期发现也不必完全绝望，只是治疗过程会相对辛苦而漫长。当然，能早期发现最好不过，治愈率会大大提高。实务上，早期鼻咽癌如果确诊，通常需要内视镜下切片确诊，以放射治疗为主即可根治。大部分患者预后良好，可惜真正早期第1、2期就被诊断的鼻咽癌不到病例的30%。换言之，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经错过了最初始的阶段。我们能做的就是对类感冒症状老是好不了，多一分存疑。如果感冒症状治疗2周还反复发作，尤其集中在鼻塞、耳鸣、涕血这些表现，就千万要去看看专科医师，排除鼻咽部的肿瘤可能。鼻咽癌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看似普通的小病可能隐藏着大问题，特别是在某些疾病高发的族群中，更不能心存侥幸。对鼻咽癌易感的人来说，多留意一些小细节，可能就改变命运的走向。综观以上介绍的这些癌症，胰脏癌、胆管癌、肝癌、肺癌、肺腺癌、肾脏癌、卵巢癌和鼻咽癌，它们有一个共通点，早期症状极其隐晦，甚至完全没有症状，因此才会发生。一发现就是末期的遗憾。面对这些狡猾的健康杀手，我们不能被他们的沉默所欺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培养自我身体意识，了解自己平常的健康状况和感觉。一旦出现持续的异常，就要勇于寻求医疗协助，而不是一味拖延或自我安慰。医师的解析告诉我们，对付这些最容易晚期的癌症类型，有几个关键策略：定期筛检，提早警觉，避免危险因子。如果您属于高风险族群，例如有相关家族史、慢性疾病史、特殊环境暴露史，请务必遵照医师建议做定期的健康检查。像慢性肝炎病人要定期肝脏超音波，重度烟民要考虑定期低剂量肺部断层扫描，女性要定期妇科检查等等。这些检查也许麻烦，也许有点花费，但它们是及早侦测隐形癌魔的重要手段。不要因为一时没症状就掉以轻心，很多癌症就是趁人们大意时悄悄作乱的。同时，健康的生活习惯也能降低许多癌症风险。均衡饮食，戒烟限酒，避免过多腌制烧烤食品，保持适当的体重与运动，这些老生常谈的建议依然是预防癌症的基石。虽然有些癌症的发生似乎充满随机和不公平，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不给癌细胞可乘之机。或许你会想，听了这么多可怕的晚期癌症，感觉心理阴影都出来了。确实，这些疾病带给人的压力和恐惧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了解它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在恐惧中，而是为了以知识之光驱散黑暗。当你知道了胰脏癌、胆管癌等为何这样隐匿，你就能更理性地看待健康，明白定期检查的重要，也学会不忽视身体的异样信号。当你了解了这些癌症的危险因子，你就能主动避开一些雷区，例如戒烟、注意饮食卫生、防治肝炎等等，从源头减少罹癌的机会。现代医学也在进步，对于这些曾经无声无息夺走许多人生命的癌症，科学家们不断研发新的检测和治疗方式。比如说，目前已经有研究在探索血液中的生物标记，希望能够早早发现胰脏癌的踪迹，又或者开发更有效的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来对付过去对治疗不敏感的癌细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这些隐形杀手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总而言之，
有些癌症之所以一发现就是末期，秘密就在于他们太会隐藏自己，他们藏身于身体的盲点，避开疼痛和异常的警报，一步步暗中壮大。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警觉，定期体检，倾听身体细微的声音，及时发现不对劲并求医。这场与隐形癌魔的战争，需要我们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守门人。别忘了，身体健康与否，不仅仅是在于看起来是否舒服，更在于那些你感觉不到的地方是否安好。希望透过今天深入的讨论，让大家对这些容易晚期的癌症类型有更全面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多一分预防和留意，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那条生命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或挚爱的亲友。保持警觉，守护健康，我们一起加油对抗无声的癌症杀手。